申指挥，展护卫，你来了。我答应过来，一定会来的。这座马场是我一生最引以为傲的，当然要让你来看看。而且我说过，保证让你不虚此行。来，过来，来看看他。他叫白龙，当年常山赵子龙所骑的千里追风白龙驹就是他的祖先。我听说过，可是没想到今天能够亲眼目睹，真是不虚此行啊！来，以示旗下吧。好。脉象平和稳定，伤口也已经愈合了。沈姑娘，恭喜你！多谢公孙先生。公孙先生，那小姐的病还会再犯吗？不会，已经完全根治了。那小姐还要在床上躺多久呢？一直躺着对康复并不好，偶尔可以上院子里走走，不过动作要轻要慢，时间不能太久。好啊好啊，这样小姐就不用一直闷在屋子里了。我也很想出去走走，这几天一直待在屋子里，实在闷得慌。可别太使劲儿，可以让展护卫扶着你走。可惜长公子不在，否则小姐现在就可以出去走动走动，那该多好呀！展护卫不在驿馆里。我哥哥派武进来接他去马场，应该是去看马了。将军现在对展公子可好了，根本不像当初禁止他们交往时的样子，那个时候好凶哦。绿珠，我说的都是真话吗？那个时候差点没把我吓哭呢。现在不都没事了吗？沈姑娘，祝福你们了。谢谢你。玉试骑的如何？的确是匹好马，万里挑一的好马。你的骑术也不差，一般人很难驾驭它，一般人也很难有机会骑上它。这样的宝马神驹往往都会寻找自己的主人，看来冥冥中早该属于你了。你说什么？我把白龙送给你。秦叔在下不能接受。为什么？商州马军的军马，又怎可私相授受？谁说他是军马了？难道不是？当然不是。军马虽有贵贱之分，却怎么会有如此贵重之马？那么白龙又是从何而来？当年我在全军马术竞技中侥幸夺魁，皇上封官之后，朝中有位王爷青睐于我，他见我惜马爱马，于是将家传宝马割爱赐赠，那宝马就是白龙。原来如此。宝马神驹得之不易，倘若能够遇上了，便是倾家荡产也是值得的。至于白龙，
更是可遇不可求啊！若是如此，詹某就更加不能接受了。这是为何呢？白龙既然是那位王爷所赠，那既然已经属于我，我当然有权支配了。所谓无功不受禄，詹某又岂能平白无故接受沈指挥如此厚赠？谁说是平白无故？此话怎讲？理由至少有3：其一，你我一见如故，武功又在伯仲之间，我一生爱马如痴，自愿将宝马与你分享，有何不可？沈指挥豪迈大方，可展昭却受之有愧，这个理由恐怕不能接受。好，那你听我第2个理由。所谓红粉酬知己，宝剑赠英雄。南侠展昭是人中豪杰，而白龙又是马中极品。所谓英雄宝马，那是相得益彰。我确信你会对他疼爱珍惜，我也庆幸他得归良主。沈指挥对在下太过抬爱，然而沈指挥既爱马如痴，又马术精湛，与其让在下夺人所爱，倒不如让白龙留在沈指挥身边，岂非更好？你没想到你竟然辩此无碍啊！在下这是依理实说。好，若是依理论理，我这第3个理由，你恐怕就无法推辞了。沈指挥若能言之成理，在下自然不会推辞。好，白龙虽是我真爱的宝马，小蝶却是我唯一的妹妹。我们沈家人丁单薄，父母双亡，所以我有责任和义务照顾我这唯一的妹妹。长兄如父，长嫂如母，理所当然。那么，如果我代表沈家，将白龙作为小蝶的嫁妆，你会拒绝接受吗？沈指挥，当然，除非你不想和小蝶长相厮守，那就另当别论，我也无话可说了。不，我绝无此心。那就好，我将白龙暂时寄养在我处，等你和小蝶成亲之时，再将她带走。看来沈让对展护卫颇有好感，学生也乐观其成。依公孙先生之见，沈蝶这位姑娘如何？沈姑娘秀外慧中，端庄而不失亲和，练达而不失纯真，是难得一见的好姑娘。的确如此。然而那沈让呢？沈让负责尽职，勇于担当，是万里挑一的将才，更是一位疼爱妹妹的好哥哥。倘若那沈让竟然涉嫌孙强命案呢？大人可是发现了什么？没有，或许是多年办案的直觉吧。对杨氏兄弟，大人以静制动之策尚未见效，或许大人心中焦急，才会有如此想法。很难说原因何在，只是本府接办刑案多年，每当案情焦灼、线索全无之际，总会将周遭有关之人列入嫌犯之中。纵使沈让是本府一手举荐，恐怕也难将他排除在外。今天哥哥让你去马场了。对啊，今天还让我试骑了白龙。白龙，那是我哥哥最疼爱的一匹马，他把白龙看得比命还重要。白龙的确是匹难得一见的神驹。展公子，将军对你一定特别的好。何以见得呢？他平时才不准别人随便去马场呢，也只有几次他叫小姐去马场玩，我才能陪着去呢。是吗？的确如此。哥哥一生爱马如痴，视马如命，马场确实不准人去。就连他商州马军的军官，
也只有接到他的命令才能去。哥哥对你却是不同于一般人。我相信也是如此，要不然他也不会把白龙送给我。啊，不会吧？将军才舍不得把白龙送人呢。他真的把白龙送给我了。那你知不知道哥哥为什么会把白龙送给你呀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我觉得不太好。我还是把白龙还给他吧。不要！为什么？因为你放心，我才不肯还给他呢。因为白龙是你们沈家给我的嫁妆。你真讨厌。喝点水，喝点水，渴死我了。老二啊，干什么呢？坐下来。我坐不住。你走来走去也没用。走不出牢房的，你怎么那么能忍啊？啊，我都快疯了！不忍又怎么办？包大人到底有没有在查孙强的命案呢？这5、6天都过去了，案子不审不问也不结，我们到底要忍到什么时候？人到包大人，查出杀人真凶。我不忍了，这段日子酒也没喝上一杯。肉也没吃上一口，我宁愿死掉，我宁愿死掉也不待在这儿了。老二，我受不了了，我真的受不了了。你让我死了算了。老二，如果你真的不能再忍，我想办法叫将军来，让他设法放我们出去。他肯来吗？我有办法。老头，哎呀，吵什么呀？我要见李大人。什么？我不去，他们就要自杀。是的，大人。哎呀，这2个祖宗啊，干嘛非要找我的麻烦呢？好，我去就是了。哎呀。如果沈指挥不来的话，我们2个就在这牢里自尽。哎呀，2位杨指挥，你们就不要为难我了。我要不要现在就撞死给你看？不要！哎呦，千万不要！2位，这又何苦呢？我们死不死，和李大人原本没有关系。可是如果我们真的死在你这牢里，恐怕包大人追究下来，你很难交代吧？哎呀，这怎么能怪到我的头上呢？如果包大人查明孙强的命案和我们无关，恐怕李大人就得担上一个驱死2名马军指挥的罪责。到时恐怕罢职丢官还不够吧？你想想仔细呀。我不去。哎呀，沈指挥，你怎么能不去呢？我为什么要去？你能给我一个理由吗？因为，哎呀，因为如果我不去的话，他们就会自尽吗？正是啊。他们是押在商州衙门的大牢里，那是你李大人的事，和我马军又有什么关系？可他们终究是马军的人呐。
无论他们是谁，既然被关进大牢，就是囚犯，而且是归你李大人监管的杀人疑犯，我马军是管不到的。沈指挥，再说，包大人不是明令禁止探监吗？上回我去探监，你马上向包大人禀报，包大人对我严加指责。李大人，如果这次你又把我卖了，我去找谁说话？哎呀，沈指挥啊，千万原谅啊！当时我也是迫不得已呀。既然如此嘛，这回我绝不敢再明知故犯。沈指挥，这回不一样了，这回是我请你去帮忙，绝不会再向包大人禀报了，否则岂不是给我自己找麻烦吗？是吗？当然了，当然了。这次是你沈指挥协助我商州衙门前去安抚在押的嫌犯，绝不是违抗命令要去探监啊！吴京在。李大人所言，你可都听清楚了？听清楚了。日后包大人若是追究下来，你就是人证。是。沈指挥，你答应去了。李大人的事，我怎么能袖手旁观呢？是，多谢沈指挥。哎，两位，醒醒啊！嘿，两位醒醒！将军，沈指挥来了，你们可千万不要再寻死了。李大人啊，这里交给我了，你请出去吧。哎，是。你们用这个办法叫我来，未必有用。我只是不愿意看到2个马军的指挥死在牢里，让我们商州马军丢尽颜面。你们明白吗？属下明白，实在是必须见到将军，所以现在我来了，说吧，什么事？我们想知道，什么时候能放我们出去？包大人说了，只要查出孙强的死因，就会把你们放出去的。可是包大人一直没有查出来啊！那你们就耐心的等。包大人不可能永远待在商州，等他离开之后，再想办法。要等到什么时候？你们还想出来，就必须得等。将军，如果包大人查不出来，将军能不能帮我们查一查？毕竟这里是商州，将军比较熟悉。根本就不用查，因为谁也查不出来。难道孙强他？是我。那个狱总也是我。可是我们已经补发了响银啊，他根本告不动我们，为什么还要杀他？死了孙强，少有人告。偷发军饷的事才能够完全平息。我不能拿商州马军的军誉冒险。再说，他抢夺民财，就已经丢尽了马军的脸。这样的害群之马，我不会让他多活一天。可是这么一来，包大人根本就破不了命案。所以你们只有耐心的等他离开。我没耐心等了。如果他一直不走呢？如果他在走之前把我们杀了怎么办？如果真是那样的话，你们也只有认命了。不，我不认。你如果不赶快想办法把我们放出去，
否则就怎么样？我就把你杀孙强的事儿给抖出去。老二，好个杨彪杨豹，竟然敢来威胁我！将军何不让武进在牢里就结果他们的性命，免得日后麻烦？不，在大牢里杀了他们，岂不是明摆着是我们所为？武进一人承担，绝不连累将军。武进，我知道你对我忠心耿耿，可我又岂能让你为这件事送命呢？我这条命是将军给的，为了将军送命，也是应该的。不，若是如此，当初我又何必救你？白白牺牲不值得，尤其是为了杨彪、杨豹这样的人，就更不值得。万一他们真的出卖了将军的话，他们还不敢。再说，就算他们禀告了包大人，无凭无证，包大人不会相信的。如此一来，包大人势必会盯住将军。盯住我又如何？将军，那些马……对，这倒是个隐忧。那些宝马不能带回马场。武进在，你把他们再换一个处所，妥善安置，绝不能让任何外人知道地点。是。来，喝口水吧。虽然我看你们不顺眼，你们呢也看我不顺眼。既然关到了我这大牢里，咱们的总算是有缘。你们归天之后啊，别骂我就行了啊。老头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嗨，也没别的意思。你们是涉嫌人命关进来的，可是这么多天都过去了。知州大人根本就没有提起过你们的案子，所以呢？我干这行都半辈子了，以我的经验来看，你们呀，恐怕是不能活着出去了。哎，来，拿吧。不能喝啊？怎么了？为什么不喝呀？怕我下毒是不是？哼，谁知道你安的什么心呢？我安的什么心？你们呢是不知好人心。哼，你们爱喝不喝？去。大哥，没办法，只有忍了。出什么事了？这匹马快不行了，能不能救？启禀大人，病死的那一匹是拉车的马，其他的都没什么问题。离经多日，竟然连马匹都支撑不住了。可曾找到添购之处？属下已经打听过了，有一批马贩正在城外聚集了一个马市，属下和张龙这就去挑选。且慢，将病死的那匹马妥善安葬，毕竟他也跟着我们辛苦一路。是。大人，
李大人求见。让他进来。是。大人，李全没有事不会来，莫非州衙又出事了？且听听他怎么说。请，大人，包大人啊，大人，下官有消息禀报。您说。回包大人，杨宝、杨彪突然担心被人下毒，甚至在牢里不敢吃喝。大人交代过，如发现特殊情形，要立刻回报。下官不敢违令，所以前来禀报。这2天，可曾有人再去探监？没有，没有，绝对没有。下官不敢再犯了。那么依李大人之见，他们又怎会突然如此？下官实在不明白。大人，会不会是因为他们被关了太久，而疑神疑鬼？对，公孙先生推测的不会错，肯定是这个原因。但问包大人，不知还要关他们多少日子？本府自有打算，你只要继续留意他们的举动，并且随时来报即可。啊，是，下官片刻也不敢放松。下官告退。大人，杨氏兄弟开始担心被人下毒，绝非偶然。会不会是受了什么威胁而有性命之忧？不错，若非如此，绝不会草木皆兵，处处生疑。沈让去探过监，是不是真如大人所怀疑的，与他有关？或者是李全说谎？最近又有人进入大牢探监，而李全隐瞒了大人，皆有可能。威胁杨彪、杨豹之人，可能来自大牢之外，也可能来自牢中狱卒，甚至来自李全本人。无论如何，他2人方寸已乱，以静制动之策有了效果。大人，如今是否要继续观察他们的动静呢？不，此时要反兵为主，立刻对他们施压。大人，您要去州衙？展护卫因何没有去陪伴沈姑娘？绿珠正在替她梳妆。大人，可要属下陪同前往？本府只是去州衙看看，无需同往。展护卫还是专心陪伴沈姑娘吧。是。包大人，您怎么会驾临州衙？怎么？难道本府就不能来吗？不，下官是说，包大人若有事没交代完毕，随时传下官去驿馆就事，怎敢劳动大驾呀？本府的确有事，而且必须前来州衙提醒于你。下官静候大人吩咐。既然杨彪、杨豹担心在牢中被人下毒，李大人可做了防范？下官立刻加派人手，日夜在牢中守卫。餐饭饮水呢？李大人必须指派专人负责，
倘若他二人果真被人毒害，本府唯你是问。是，下官立刻遵办。你且将在牢中负责看管他二人的牢头招来，本府有话交代。是。敢问包大人，您是打算？你想知道本府的打算？不，下官不敢。包大人是为李大人好，万一走漏了风声，恐怕连李大人都会成为被害的对象，所以李大人还是不知道的好。是，下官不问，下官什么都不知道。头上吃的来了！不是给你们的，这是特别给里头两位准备的，哪轮得到你们呢？就。哎，来，有酒有肉，你们尽管享用吧。啊，来呀！老头，啊，这酒菜是谁给的？哎呀，你就别管是谁给的了，啊！哎呀，保证没有毒。不信？嘿，那我吃给你们看。哎呀，那，好吃。哎呀，行了吧？你们相信了吧？要是有毒啊，就先毒死我。来，吃吧，啊，保证没毒的。来，那这是鱼，哎，还有酒。哎呀，你们尽情的吃吧，啊，好好把握住最后这一餐。你说什么？为什么是最后一餐？包大人传下话来了，说你们假造响册的案子犯了，明天就要升堂问案。你说什么？什么假造响册？你快说清楚！听说你们是犯了克扣军饷的死罪，包大人身边的铡刀是先斩后奏，不必等到秋后处斩。这不就是你们的最后一餐吗？老头，帮忙！麻烦你禀告包大人，就说我们就要吃香饼。咦，明天到了公堂上，不就见着了吗？不，到了明天就来不及了。老头，帮帮忙啊！老头，帮忙啊！啊！跪下！你们要见本府。是包大人，属下兄弟二人承认犯罪，请包大人从轻发落。你二人身犯何罪？我们确实克扣了军饷，响册是补造的。明日升堂之后，本府自会裁处，你们又何须前来？军饷已经全部补发了，包大人明鉴。那又如何？军士以身家性命报效朝廷，出生入死，任劳任怨，每月所得寥寥无几。你们却狠心克扣重保私囊，难道说补发了军饷便可无事不成？可是我们也罪不至死啊！哼，谁说你们罪不至死？分明是你们为图脱罪，派人杀害孙强父力，教唆杀人，罪上加罪。大胆！不是我们知道谁干的。既然不是你们教唆，
又怎会知晓是何人所为？包大人，我们愿意说出实情，请包大人从轻量刑。哦，你们是在向本府提出条件交换？不，属下不敢，属下兄弟只是想将功折罪。既然如此，那孙强复吏究竟是何人所杀？是武进。武进又是何人？大人，武进是和沈指挥来过驿馆的马军偏将。杨彪，那武进与他二人可有夙愿？不，他也是受人指使。他是受何人指使？沈让，大胆！那沈让乃是商州马军指挥，又是你的直属官长，岂能容你任意攀污？属下所说句句都是实情。那孙强不过是一名普通士兵，傅立不过是一名大牢狱卒，沈指挥与他们又何深仇大恨，非要将他们置于死地不可？本府倒要听听，你又如何自圆其说？回包大人，沈指挥一向对军纪要求甚严，孙强犯了抢夺之罪，他认为有损军誉，所以不等秋后处决，就以私刑处死。若是如此，你们又怎会知晓？是他当面对我们说的。不仅如此，昨天他来探监，又以有损军誉为理由威胁我们，所以我们才怕他下毒。真相是否如此，本府自会查明。待全案侦查完结之后，本府再对你二人所犯之罪进行裁处。牢中饮食不必担心，本府可以确保无毒。来人呐！在。将他们押回大牢，听候裁处。是。走，快点！包大人，可是前往州衙提审了杨彪、杨豹。这沈指挥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别管我是怎么知道的，本座只问你，包大人问些什么话？但杨彪、杨豹又说了些什么？我不知道啊，我根本就不在现场。你是商州知州，包大人提审他们，你怎会不在现场？包大人不准呐，我哪敢有意见呢？请李大人安排一下，我要去探监。不行，这回绝对不能再去了。上回李大人百般请求，要我去大牢安抚他们二人，如今怎么又不能去了？包大人再三交代，只要有一个外人进入大牢一步，就唯我是问呐。沈指挥，实在是不能再去了。李大人不说，谁又会知道？哎呀，包大人提审两位杨指挥，不是也没人说吗？可沈指挥立刻就知道了。万一衙里有人向包大人禀报，那后果不堪设想啊！沈指挥，你就是杀了我也不行啊！方才在州衙，何不立刻传李全问话，也好确认沈让昨日究竟是否再度探监？不能急。李全虽然蛮憨无能，却也不能完全排除共谋的可能。倘若急于问话，只恐反而打草惊蛇。
然而杨彪、杨豹兄弟二人既然肯承认伪造响册、补发军饷，可见他们的确非常害怕遭人下毒。那只是片面之词，不能尽信。或许是他们为求脱罪而采取的保命之道。不过，既然他们供出了沈让与武进，就给了我们追查的方向。启禀大人，天购的马匹已经买到，死去的那一匹也已经掩埋处理掉了。大人，属下在马市之中听到了一些关于商州马军的传言，不知对大人是否有用？说来听听。是。马贩中盛传，商州马军在3年内汰旧换新，购买了上千匹马，被视为少见的大买卖。有这等事？大人，依军中规制，每10人养马2匹，商州马军人员总数2500人，依规定养马500匹。500匹马，在3年之中，竟然更换了2次。还有一个传言，不知道是否准确，说商州马军的指挥沈让拥有世间罕见的名贵宝马，4、5匹之多。既然是世间罕见，他又是从何而来？大人，传言是这样，但是详细的情形就不知道了。本府明白了，此事不得向任何人提起。你们退下吧。是。原来沈让自己也有问题，看来势必要问李全了。大人，公孙先生，传言虽未尽可信，却不会空穴来风。此事暂且不要让展护卫知晓。大人是担心展护卫为难。不错，沈让是沈蝶之兄，在没有完全确认之前，本府不想让展护卫平添无谓的烦恼。小心。人生的际遇实在太奇妙了。几天前的晚上，也在这里。那时候还不知道我是生是死，现在不但熬过来了，而且我们能够这么幸福的在一起。我跟你说过的嘛，会永远在一起。我记得你说过，这个世上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拆散我们。这是我的承诺，我一定会做到。从来没有违背禁令，让任何人去探监。大人怎么会对下官有所疑虑呢？你当真没有违背过？上次沈指挥探监之事，下官已经知错了。那么第2次呢？杨彪、杨豹已经亲口向本府供认，难道你还想隐瞒本府？下官，你3番2次让沈让进入大牢，
想必与他关系匪浅。莫非你拿了沈让的什么好处不成？不，第二次是因为杨彪、杨豹以自杀要挟，一定要见沈指挥，所以下官只好答应。还有呢？那沈让可曾再次探监？没有，绝对没有第三次。哦，昨天沈指挥通知下官去马场见面，再度要求探监，下官当场就拒绝了。李大人是不是常常去沈指挥的马场？不，下官只去过几次。沈让身为商州马军指挥，他的马场里面一定都是一些宝马神驹吧？这下官对马匹所知有限，所以分不出是宝马还是烈马。在下虽然是一介文人，不过对马却挺有兴趣。不知道李大人可否带在下前去开开眼界？这个沈指挥向来不让外人到马场去。哦，那就算了。哎，要不下官先知会沈指挥一声，知道是公孙先生要去，或许他不会拒绝。哈，那倒不必，看不看没关系，在下只是随口问问。是。李大人，如今那杨彪、杨豹既是人犯，又是人证，所以本府才再三要求你注意他们的安全。你可明白？下官明白，下官明白。不仅如此，他二人所涉案件另有牵连，李大人最好多加谨慎，否则稍不留意，便会犯下共犯之罪。届时，莫怪本府未曾事先知会。是，下官知道，下官知道。将军，衙门里传来消息，李全已经加派了大牢里的守卫，据说是为了防止杨彪、杨豹被杀害灭口。杀害灭口？据说他们现在不单是人犯，而且是人证。将军，是不是包大人查出了什么？不，是杨彪、杨豹出卖了我。可是包大人并没有对将军采取任何行动啊！福晋，你杀福利的时候，可曾留下线索？没有，我还特地不用刀，而是换了一把剑杀他。的确万无一失，所以杨彪、杨豹口说无凭。包大人没有动我，是因为还没有找到证据。将军，如果是说到证据，那些宝马日后肯定会变成麻烦的，不如把他们送出商州吧。我能送到哪儿去？如此宝马，任谁见了都会起下觊觎之心。我又怎能放心的托付于人？要不，干脆把他们都杀了，以绝后患。福晋，你给我听清楚，这些宝马不只是马，他们还是我的朋友，我的家人。这种话你不准再说，永远不准再说。是，敬师爷。在这世上，他们是我唯一信任的朋友，我宁可为他们而死。走，归。包大人，是不是已经查明了武进才是杀死傅立、孙强的凶手？如今可以证实属下说的话了吧？追查凶案，岂能如此快速？本府乃是有事询问。哦，我们一定有问必答。你们可曾去过沈指挥的马场？那是他的私人马场，一般不准人进去。不过我们兄弟二人倒是经常去。他身为马军指挥，
为何还需要私人马场？申指挥有4匹价值连城的宝马，不属于马军的财产，所以派了专门的士兵在马场照顾。你们确认是价值连城的宝马？我们都是马军指挥，这一辈子都和马匹混在一起，绝不会看错。那宝马又是从何而来？这属下就不知道了，我们也不敢问。商中马军马匹的汰换情形如何？汰换的相当勤。就属下记忆所及，这3年来，在我右卫营就几乎全数换了2次。左卫营也是如此啊。汰换如此之勤，可是常态。在正常的状态下，不该换得这么快。不过汰换军马是马军军部的决定，营级无权干涉。你们也不曾提出质疑。这军部的说法是汰旧换新，提升战力。可是新换的马普通的很，根本就很难挑出骏马，而且还有不少烈马。本府若要有事，会再来询问你们。大人回来了。展护卫没有去陪伴沈姑娘，她已经好多了。大人，可以派遣任务给属下了。此案不必展护卫费心，就像本府说的那样，好好陪陪沈姑娘吧。啊，公孙先生，展护卫，大人还等着和学生研讨案情，展护卫莫要见怪。如今看来，不得不将沈让列为涉嫌最重之人。6年前，本府向皇上保荐于他，或许未必正确呀。大人为国举才，又岂能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？当初，本府习他为难得一求的武将，却忽略了他的人品心性。倘若他真犯下这些罪行，本府实在难辞其咎无论如何，还是先查明真相为要。大人若要追查沈让是否涉案，所谓宝马名驹及换购军马之事，便是着手之处。然而，李全不识良莠俊烈，扬标扬报又无实证。大人，展护卫去过沈让马场，想必知道。公孙先生分明知晓本府心意。大人，请恕学生直言。请说。倘若学生换作是展护卫，无论是否面临两难之境，也不希望被排除在外。公孙先生此话怎讲？展护卫来自江湖，倘若因为涉及私人感情而失去追随大人之初衷，当初
又何必投效朝廷呢？长公子，小姐来了。怎么又出来了？在屋里实在待不住，如果不是公孙先生交代要多休息，我恨不得能一直待在院子里。包大人他们回来了。你总不能一直陪着我，去看看包大人有没有事要你帮忙。包大人暂时还不需要我。那怎么行？他如果真的不需要你帮忙，你又何必跟着他呢？你怎么了？没事，我没事。展大人，包大人请你到厅里说话。你快去吧，别管我。玉珠，我们回房休息。在沈姑娘治病之前，你曾说过要带她离开，寻个无人之处单独相处。展护卫可还记得？展昭记得。如今她已无大碍，你何不再考虑离开之事？大人，您是想把我支开？你怎会有如此看法？孙强一案是否牵扯上了沈让？请大人不必隐瞒。你果然观察入微。不错，沈让的确可能涉案。大人并未断言沈让有罪，一切还有待查证。大人，可否让属下知道详情？小姐，你在想什么？展公子才刚刚离开一下子，你就又想他了？我不是在想他，我是想回府去。回府？我们不是在这儿待得好好的吗？我留在这里，他每天都得陪着我，什么事也干不了，不如回府去休养，才能让他安心地帮助包大人。如今，虽然沈让只是涉嫌，可是一旦确认，你势必陷入两难之境。
沈姑娘与他是兄妹，本府若要你去查他，对展护卫而言，又情何以堪？因此，从现在起，你必须置身事外。张护卫，还是带着沈姑娘离开的好。如果沈让真的有罪，沈姑娘肯定无法承受。大人，能不能让我仔细考虑一下？当然可以，毕竟你总要面对沈姑娘。张护卫，公孙先生，请放心，我不会透露这件事，我不会辜负大人对我的信任。大人，马场我去过，只有一匹叫白龙的马，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名驹。那匹马由何而来？你可知道？沈让说，当年他马术夺魁之后，一位王爷送给他的。如今，他已经将白龙转送给我。送给你？他说，那是沈家给沈蝶的嫁妆。这就是本府最不愿意见到的情形。白龙，别怪我把你送来，不过你的新主人会像我一样疼你的。你不必担心，将军，白龙是将军拥有的第一匹宝马，又是将军最疼爱的一匹马，你怎么能舍得送给展昭呢？我一生中，除了这些宝马之外，小蝶是唯一让我挂心的。展昭救了他的命，又让他有了归宿，别说是一匹白龙了。就算让我付出再多，你也值得。万一如何？快说。万一有一天，包大人派他来查将军的话，放心，只要我们谨慎一点，不会有那一天。展护卫，沈指挥，请坐。请。哎，小蝶呢？她有些累了，绿珠在招呼她休息。小蝶突然回来，怎么事先也不通知一声啊？是临时决定的。难道包大人打算离开商州？还没有。啊，那一定是小蝶自己吵着要回来。不，是我要她回来的。哦，这又是为什么？府上比驿馆舒适，对小蝶比较好。而且，我必须替包大人办事，也不能一直照顾她。她回来是比较好，而且不会耽误你办公事。谈不上耽误，不过也的确让我分心。这证明你的确把小蝶放在心上了。还请沈指挥不要怪罪啊！哈，怎么会呢？你又不是不来看她了。我答应小蝶每天来看她。
那就好。哎，对了，包大人要你办的是什么案子啊？还是杨彪和杨豹的案子。他们两个是我商州马军左右卫营的指挥。啊，现在既然在查办他们，我也不便过问。沈指挥放心，包大人一定会秉公办理。那么案情进展的顺利吗？最近我一直在陪小蝶，我也不太清楚。现在你参与查案了，如果有需要的话，随时来找我。我们商州马军会全力配合你的。谢谢沈指挥。哎，你除了来看小蝶之外，也得抽空去马场看看白龙，他灵性的很，你应该和他多多亲近。别忘了，他是我们沈家的嫁妆哦。他走了吗？他走了，他是等将军回府后聊了半天后才走的。他们都聊了些什么呀？我哪知道呀，将军才不准我待在客厅呢，我可不敢再惹他生气了。吕珠，将军，别在小蝶面前把我说得太凶，我这妹妹会怪我的，知道吗？是，将军。哥。哎，小蝶。你老实告诉我，你这次回来，是你的主意，还是展护卫的主意啊？是我们2个人的主意。好啊，现在已经变成我们了，把我这哥哥给排除在外了。哥，你就别再取笑我了吗？回来也好，在这儿可以好好休养。他呢，可以好好帮包大人办案。而我，可以天天看到我的宝贝妹妹，皆大欢喜嘛。哎，哥，包大人要他办的什么案子啊？我怎么方便问他呢？不管是什么案子，都跟我们扯不上关系的。我希望他能够尽力，最好他能帮助包大人顺利破案。你考虑过了？是。你决定如何？大人，请让展昭参与查案。我把小蝶姑娘送回去，就是因为不希望有她在，而影响到我对查案的公正和客观。可是这么一来，你和小蝶姑娘之间恐怕会……如果沈让真的有罪，到时候她最需要的是关怀和安慰，我会和他一起面对，不管他会不会责怪我。展护卫，当然，我希望查证的结果能够证明沈让无罪。2种结果都有可能，不过展护卫要有个准备。无论结果如何，我都会坦然接受。好，既然展护卫已有准备，大人，不，我不同意。大人，本府办案一生，最不愿意见到的，就是公与私之间的矛盾。即使能够做到所谓的大义灭亲，那虽然令人称颂，
可是实质上却十分的残忍。在公理正义与情感人性的挣扎矛盾之间斗争的结果，受伤最深的往往是执法者自己。大人一向以铁面无私称颂于世，为何大人能够做到，展昭就不能呢？因为你没有必要这么做。若是为了大是大非，展昭就必须这么做。可是，一旦因为你的参与而直接间接伤害到沈让的性命，那么你与沈蝶之间的裂痕恐怕永远也无法弥补。这一点你可曾想明白？展昭出身江湖，一向讲求是非黑白、善恶对错。追随大人多年，大人对属下的言传身教，属下铭记在心。这些年，属下也从未因私而害公，更一直引以为傲。大人，展昭心意已决，请大人成全，不管后果如何，展某一肩承担。既然你知已如此，本府不再坚持。好，你可以加入查案。多谢大人。将军武功盖世，无计难以匹敌。上马再战。好。驾！驾！我本想借探望小蝶，随时前往驿馆观察动静。如今小蝶已经回府，你要多加留心打探，知道吗？是，我就会随时留意的。驾！驾！驾！马场除了白龙之外，其他的马匹只能算是一般的军马，并没有看见所谓的宝马神驹。杨彪、杨豹和马氏的传言是否有误？其他的马可能已经被他藏起来了。有可能。可是他为什么不把白龙也藏起来？这是因为他要把白龙送给你，甚至可能想利用你来证明他只有一匹白龙是宝马，而且是合法获得的。展护卫，公孙先生不必避讳，否则无法言上案情了。公孙先生的确多虑了，本府确信，沈让即使涉案，也不会以沈姑娘的终身大事做文章，两者应无关联。是，学生失言了。不过那毕竟是沈让的说辞，我们还是必须证实才行。究竟送白龙的那位王爷是谁？是否真是那位王爷所送，都需要查明。大人，属下去问他。不行，只要一问，就会让他有所警惕。他是否说过，白龙是当年常山赵子龙所骑的千里追风白龙驹的后代？不错，沈让的确这么说过。
既然如此，学生曾经在一册专记宝马典故的书册里面读到过，白龙驹代代相传，最后落到前朝后周的皇室手中。柴王爷。哪位柴王爷？太祖皇帝陈桥兵变，黄袍加身之后，后周皇帝退位称臣，太祖皇帝赐他柴家历代封王。如今的这位柴王爷已是世袭2代，部分皇室遗物准许柴家保留。这白龙马莫非也在其中？这么说来，沈让所言不虚。不，还必须证实的确是柴王爷所赠。大人与柴王爷私交甚密，只要大人修书一封，快马传递，相信很快就能得到答案。不错，大人，倘若真能证明白龙的确是柴王爷所赠呢？若是如此，就必须转而追查其他宝马的藏匿之处，或者查出其他的证据，才能确认沈让的罪行。不可能啊！包大人，那些宝马的确在马场里。然而，据本府所知，马场之中，除却一匹白龙之外，其余皆是普通军马。包大人，我们去过马场好多回啊，不会看错的。是沈指挥，一定是沈指挥把马藏起来了。那么他又会藏到何处？这属下就不知道了。不过，沈指挥这人一向爱马如狂，这些马一定还在商州境内，他绝对舍不得送走。偌大一个商州，又如何寻找？包大人，有个人他一定知道。你说说是何人？武进，沈指挥最信任他，什么事儿都交给他去办。那武进究竟是什么出身？回包大人，武进是3年前随沈指挥一起来商州的。沈指挥还在军中，为他补了个偏将的缺。其实，他只替沈指挥办事，并不管马军中的公事。所以沈让将身边的事就交代给他。不仅是身边的事，就连马饭都是由武进负责接头的。哦，那武进又怎会与马饭有所往来？听说武进原本是个马贼，打劫用的马匹需要替补，都是由那些马贩替他找回来的。沈让身为马军指挥，怎会将一名马贼带到军中来？听说沈指挥曾奉令剿灭马贼，抓住了武进后，却没有上报问斩。从此以后，他就跟着沈指挥了。此事想必他们不会对外演讲，你又怎会知晓？回包大人，属下在马军10年，和那些马贩都已认识多年，是他们告诉属下的。你且将那些马贩的姓名、住处交代清楚，本府自会查明。是。小姐，是长公子来了吗？小姐，我们上午才回来，展公子怎么会这么快就来呢？唉，原来小姐真的会变成这个样子啊！我变成什么样子啊？
望穿秋水，如梦如痴，失魂落魄，神魂颠倒啊！你胡说些什么呀？这都是些什么句子？全都凑在一起了。我是在说小姐现在的情形呀。我不跟你胡说了。你刚才叫我干什么？哦，我是说还是回来住方便，还有人帮忙。在驿馆住的时候呀，真能把我给忙死。这段日子真的像做梦一样，时间虽然不长，却有这么大的变化。但是就算是做梦，也是好梦，美梦。真怕梦会醒过来，一切都又变了样。不会的，小姐，老天爷才不会对你这么残忍呢。但愿如此吧。有话就说。将军那一天和展昭比试，你想知道胜负如何？是。展昭的武功的确不差，虽然我们只是拳脚相搏，点到为止，可是彼此应该不相上下。如果用上将军的大刀呢？那就不同了，我用的是大刀，刀走霸气，适合马上交锋。他用的是剑，剑走轻灵，适合近身搏击。怎么？你想和他比试一下？是。不知道武进这把刀，你的长刀兼具马上近身之长，却同具其短，在马上不够霸气，近身不够轻灵，你应该不是他的对手。大人，武进既然参与审让诸多事务，何不由他身上着手？或许可以得到我们所需要的证据。不，他有一名马贼，专为追随沈让，二人之间必有外人所不知的关系。只怕非但追查不出，反而会打草惊蛇。还是等收到柴王爷的回函再说吧。大人，张龙、赵虎传递大人信函，大约何时可以回返？柴王爷府邸在青州，距此地大约200多里地。这一去一回，明日此时应该可以回来。有关宝马民居之事，如今犹待查证。在此之前，可以将马军账册调出查看，借此可以查出，在汰换军马之时，沈让是否从中谋取不法利益。大人若去查马军账册，岂不是让人有了防备？公孙先生素有过目不忘之能，倘若只在当场查阅而不带回驿馆，想必不致起人疑窦。公孙先生，学生在。叫李全通知沈让，明日前往州衙与本府见面。是。大人，属下要做些什么？你还是去看看沈姑娘吧。
属下每日调查沈让的案子，却还要去面对小蝶，的确有些困难。是否能让属下暂且避开一阵子？本府明白你心中的爱难之处，然而若不如此，恐怕会让沈让心生疑虑。那展护卫又将如何投入办案之列？此举虽然残酷，却必须勉为其难。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展护卫，申指挥，包大人已令李全李大人通知我前往州衙，你又何必再跑一趟？我是来看小蝶的。待会儿我想去马场看看白龙，还请武进帮忙带路。那是当然。武进在，你留在府中待命。是。可知包大人传我去州衙，为了何事？想必还是为了扬标扬报、克扣军饷的事情。说来惭愧，律下不严，却让包大人费心。沈指挥虽有疏忽之错，但毕竟犯错的是扬标和扬报，相信包大人只会对沈指挥略施薄惩而已。那么，孙强的命案又查得如何？依包大人推测，应是扬标扬报所指使。只是案情的内容，请恕在下不能多谈。那当然，是我多此一问了。来人，带展护卫去见小姐。是。啊，请。将军，包大人真的相信孙强命案是扬标扬报所为，而没有怀疑吗？难说，不过也不必担心，他查不到证据。这2天包大人几次前往州衙，提问扬标扬报，如今再传将军前去问话，武进担心。放心吧，我自会应对。展公子，请用茶。谢谢。小姐，我去加点热水。你和展公子也可以说说贴心话。这丫头，去吧。你还好吗？我昨天才回来的。你说能坏到哪儿去？我是在担心你。我没事的，你不是帮着包大人办案吗？怎么现在有空过来呢？包大人去了州衙。包大人也去了州衙？那哥哥是去州衙见他了？包大人找哥哥去干什么？包大人是开封府尹，商州归他管辖。找你哥哥只不过是例行公事，这很正常。啊，吓了我一跳，我还以为包大人查的案子和哥哥有关呢，害得我担心了半天。好了，我得走了。刚来就要走啊？我答应过你哥哥，抽空去看看白龙。武进还在等我呢。你应该多去看看白龙，他很有灵性的。你也常去马场？啊，我不常去，我只敢骑在白龙背上。他好像认识我一样，每一次步子走得特别稳。
让武进等太久不好。你虽然会武功，不过骑马要小心呐。小蝶，你放心，我的骑术不比你哥哥差。哎，小姐，展公子怎么走了呀？他去看白龙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原来新姑爷呀去检查嫁妆去了。这臭丫头！的确是匹好马，这是将军最爱的一匹。那其他的呢？将军爱马，每一匹都是他的珍宝。这些都是好马，可是比起白龙，就差多了。宝马良驹，岂可多得？哼，不错，能遇上一匹已经难能可贵了。听将军说，你的武功很高。那是沈指挥抬举我了。哼，将军的武功也很高，我曾经是他的手下败将。是吗？听将军说，你和他打成平手。那只不过是过过拳脚，点到为止。如果用兵器呢？没有交过手，很难定论。将军用的是长兵器大刀。如果在马上，你一定不是他的对手。我跟沈指挥恐怕没有机会用兵器较量。展护卫，我想和你较量一下兵器。哼，我今天是去看你家小姐，我没有带兵器。那是我的。我不想和你比，只是切磋印证武功而已。你认为我不配和你比试武功？不是不配，而是不必。你若坚持不肯，就是看不起我。我只想和你比一比，并不是要和你拼命。那好吧。末将参见包大人。沈指挥免礼。谢包大人。沈指挥可知，本府传你前来，所为何事？末将不知。杨彪、杨豹涉及孙强命案之事尚未结案，如今其所提出的军饷账册，经本府查明，竟是假造。竟有此事？末将失察，请包大人降罪。待全案终结之后，本府自会将你督下不严之罪一并裁处。是，末将静候惩处。本府执掌开封，商州隶属开封管辖，本府职责所在，不能不追根究底。那杨彪、杨豹竟能假造饷册，其他各营又怎能不查？是，末将立刻将各营饷册送往驿馆，
请包大人查阅。不仅是相册，举凡兵籍名册、往来文书，一概要查，也免得还有其他弊病。可是数量繁多，送往驿馆恐有不便，请包大人明鉴。不必送来，公孙先生自会带本府前往各营查看。是，末将全力配合。马军何处军营据此追击？回包大人，是左卫营。左卫营已有严重失误，不是要查，而是要办。待杨豹结案之时，一并处理。是。其次便是马军军部。沈指挥亲自掌理的马军军部，还需要查吗？末将自问并无疏失，坦然受检。好，就从你马军军部查起。好剑法，我甘拜下风。你那把长刀也不是常见的兵器，马战或步战都可适用。那倒是。难怪将军对你的武功赞不绝口啊！能接住你那把刀的人也不多嘛。只有将军和你。我曾经和杨豹交手过，你的武功比他强多了。可是我有点奇怪，他是左卫营的指挥，而你却不过是一名偏将。这个偏将的职务，只是便于随侍将军在军中行走，对我而言，没有任何意义。